现在已经11:20了，我们现在进藏。哦，前面啥情况？哦，哇，去，这也太酷了吧！我在前面那个观景台那个地方等他。儿子，这里来，采访我采访你哪一个？好了，我给你带我的粉丝看到没有？哎，大爷多岁了？岁了64啊！哦，你看他的精神面貌好强嘛！我玩这个户外探险玩了很多年了，哦，各种极限探险我都玩过。一直站起很恼火了。没关系啊，你看我一路站下来嘛，到现在还可以往下走。滑起不能坐那个，不能坐，只能站着。上坡的时候会不会比较？不会，这个可能这个车我还经常超车呢，超那个大货车，分分钟超它，很快。那还是有点危险的。老爷子分分钟超腿。哦，我这个岁数啊，再玩这个中国没有的，转弯是这种不多。哦，行不行？我常常在想，我老了会是什么样子？在海拔数千米的滇藏线上，居然让我见识了一位勇敢无畏的独行者。大爷用滚动的车轮丈量着山河的壮美，更用永不熄灭的探险精神点燃了我们现场的每一个人对自由热爱的向往。这就是生命的精彩。这个刹车我有灯，前后灯都有。啊，注意安全哦！注意安全啊！我们现在一直行驶在722-4上面，下一站其实很快的，很快就能到达芒康。这个泥巴路啊，然后一下雨的话就会很滑的。你现在看这个河，哦，这个桥下雨天看着还是很不错的呀。叔叔，你需要买烟吗？我们不需要，如暂时。果你帮买，带我去给你走导游的，给你介绍我们这儿历史。好，拿回去吧，其实你不嫌。你就问那个大哥要不要？他是我们大哥。对。开车的吗？就是他。哎呦，这下雨天真的很麻烦啊！你看这个地。在自拍嘛，怎么样？那个姿势怎么样？哎，来买烟来，买烟，哪一口噻？对，你是大哥的嘛？好吧，走吧，我们最后还是决定进去看一下。下雨天，宋哥他就不想过来看。这是我第2次来到盐井，我就介绍点和上次不一样的内容。澜沧江的两岸总共有2700多块盐田，需要用到26万根松木木柱，大大小小上百个卤水井。在过去，这些卤水都得由当地的女性一点点背到盐田，就连修盐田、晒盐、收盐都是由他们独自完成。你肯定会问，村子里的男性都干什么了？他们承担的最主要工作就是将这些盐用马驮着到附近的村中，换取更多的钱财和粮食。就这样，村与村、寨与寨之间形成了一条条走廊，也就是家喻户晓的茶马古道。这里是茶马古道进藏的第一站，盐井的自然记忆能保存至今，跟茶马古道有着莫大的关系。小妹走了，拜拜。好的。我们下一站是茶雅县，茶雅县很远，我们可能还得在路上找个地方驻车。告别千年盐田，沿着澜沧江峡谷，会驾驶一段盘山土路，坑洼特别多，驾驶的时候需要小心谨慎点。但是你别说，窗外的风景挺好的，这种仙气飘飘，真的是仙气飘飘。尽管一路都是颠簸，好在路上的车子比较少，窗外的风景也不错，炮弹坑算是走完了，让我没忍住下车休息了片刻。其实从盐井出发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很快天也暗了，先找个地方休息一晚。今天赶路赶得有点累了，都是有点累了。这个地方是海拔最低的地方了，3700多，不能太高。我们先缓一下，休息了，休息。
今天是6月15，早上11点，我们继续行驶在茶马公路上，往格隆县的方向前进。因为这一段也没什么好看的景点，全都是路上风景。其实路上风景也很好看。这茶马公路虽然说没多少车，但是这路真的有点烂，小车也能走，就是走得很慢，400-500公里，居然要跑10个小时。前面在堵车，我们看一下，堵车，说是7点半才放行，我们现在在这里等放行。夏季的山体容易塌方，后半段国道349的路况还是很好的，这一路的车子都很少，风景也一直很在线。雪山、草原、河流、森林，应有尽有。一路走下来，这条路上的风景真的完全不亚于318。不信的话，你们亲自来试试也就知道了。头痛，现在是6点多了昨天没注意，这边海拔居然有4000米啊！昨天晚上没睡好，走下去，起床，吃个药。外面在下雨，我怕这个雨水把地面给弄滑了，所以想的是还是早点出去吧。早上起来这车没劲儿了。尽管这个地方海拔很高，搞得我一晚上都没怎么睡，周围的风景却给人一种江南的宁静感。我和我的车仿佛进入到了一幅画中，夏天的藏区是真的美啊！现在继续行驶在 G345，中午就能到三圣湖。早上还是有点冷的，现在室外温度只有10度。柴油车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每次早上冷的时候它打火有点慢，打着火之后它会没有劲儿，所以要先慢慢的跑一下，才会跑起来。快接近目的地边坝的时候，周围的风景变成了独特的丹霞地貌，红、黄和层层叠叠，终点在望。一路上的疲惫与震撼，在此刻都化作了对三色湖风光的期待。已经2天2夜，我们终于到了三色湖，去看一下三色湖到底怎么样。哇，这风太大了哟！这边的风很大的，这边就是中午风大呀。我们现在准备爬山，上去看三色湖。哎呦，中国已经是一位资深的摄影爱好者了。那个对面你看到没有？从那个山坳里面对峙出来就是座雪山，拍出来效果好很那个嘛，真的。好，走。啊，这个风吹着，真凉快。哇！这边海拔4168。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航拍经常断线，现在自己回来了，搞不懂嘞，他为啥子给我断线了嘛？宋哥年轻一点，他准备让去给我们探一下路，我们要在那上面去飞个航拍。登上观景台，
第一眼映入眼帘的就是面积最大的黑湖。黑湖的水深，所以色泽看起来显黑。黑湖与白湖之间有一条溪流相连，黑湖的湖水注入到白湖。由于白湖的湖床浅，湖底的白沙反射阳光，水质清澈，波光粼粼，所以被称之为白湖。白湖的湖水流入河道，成为了怒江上游支流。而颜色区别最大的黄湖，则将湖泊镶嵌在冰川脚下。山色湖群周围绿树环抱，还有许多的飞瀑。看着眼前的风景，来时路上的每一公里颠簸，翻越的每一座垭口，都在这一刻得到了加倍的补偿。哦，下山了，好累，我们爬到最上面去了，哎呀，太累了。大呀，打好久了，开开心心的呀，好久。哇，你看花多漂亮嘛！哇，我们去看一下水为什么是黄色的啊？黄泥巴。咋可能嘛，宋哥，肯定矿物质嘛。在黄湖周围转悠的我，无意间发现有一个遗址，就位于黄湖与黑湖之间的小山坡上。据说这里出现过很多活佛，查了一下资料才了解到。达中遗址的历史距今大概300多年左右，时间不长，却有着比较显赫的地位。虽然如今遗址风化严重，从无人机上看，建筑还是有点规模，依稀还能看出当年的辉煌。你买了就是钱，不买的话就对，500就500吧。是不是兄弟？啊，再见，再见。那个是干的，看到吗？它是晒干了的。它这个没。刚才那个好啊。刚才的要大一点，要对壮一点。刚才那个是干的话这样子。 500还是没谈成，没谈成啊。微信给你吧。我们没有那个现金。微信可以吗？可以是吧？我们看一下大哥的装备。这是那个大哥的装备。我没记那个洋盘哈。哦，你这个洋盘，这个洋盘。带云台的。他们今天晚上是炖鸡耶。烧鸡。烧鸡。乌鸡烧蘑菇。 第二天一早，想着来都来了，那就到处去转转吧。远处山巅上是终年不化的积雪，抬头仰望瀑布倾泻而下，眼前的经幡倒影在湖面上，脚下开满鲜花的地面，小牛正悠闲自得地吃着杂草。这里的一切和稻城亚丁还真有几分相似之处。 前面还有个冰川，我们去看一下。那我们现在出发去香格拉冰川。那冰川其实很近的，而且也是免费的。就在10余公里不远的地方，居然还有一座人迹罕至的小众冰川——香格拉冰川，就在这条公路尽头。藏东香格拉冰川。 这还有点阳光，还可以。这个冰川看着不远，哎，走过来还是有点距离。现在正好有光，哇，风大起来了。这个风太大了，我在想我的航拍会不会有问题啊？香格拉冰川。 坐落于念青唐古拉山东麓，绵延9公里，宽度达1公里，位于一片巨大的 U 型山谷之中。冰川的面前
是一面大的冰川湖。无人机向前飞了几公里后，总算被我拍到了一点点蓝冰。屏幕前的小伙伴，要是有机会来到昌都，可以选择到这里来看看，相信它一定不会让你失望。